我根本没把你喜欢我的事当回事，就想逗逗你吗？绝对不行！要是让蓝忘机知道他做了这种践踏蓝忘机心情的事，别人不知道，他还不知道吗？蓝忘机其实脾气大得很，连道别的话都不来跟他说，刚才还一点都不想挽留他。要是蓝忘机知道了，搞不好立刻就跳上碧晨直接飞走。芊芊又没长翅膀，一点追的机会都没有。魏无羡想，不能太突然，他要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的让蓝忘机表现出一点点喜欢他，他马上就答应，那就啥事都没有了。他在脑内做计划的时候，蓝忘机走回来了，拿了好些莲蓬交给他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你又摘了？”蓝忘机道：“路过便摘了些。”就是看到莲蓬总会想起他，不自觉就摘了，结果越摘越多，他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，拿些给魏无羡也不算浪费。魏无羡晃了晃几个，道：“韩光君现在很会摘了呀，我一看就知道肯定很甜。”只是东西给完了，又没有继续的话题了。他们站在码头上，两个人始终是要走的。世上的路有千万条，可是怎么才能找到一条让蓝忘机可以走在魏无羡身边的路？蓝忘机从来找不出来，他垂下了眸，等待魏无羡再次告别的话语，却听到魏无羡道：“韩光君，都到中午了，你也饿了吧？要不我请你吃饭？”魏无羡知道这话题转得有些唐突，这算不算是一种恃宠而骄？果然蓝忘机道：“想吃什么？”魏无羡心里是满满的得意，看看这面不改色的小古板，笑了笑：“韩光君跟我来就是了，在云梦，我魏无羡别的不敢说，吃我还是很擅长的。”那心里已经是嘿嘿狂笑，让你个小古板再装一回，迟早让你承认喜欢我。两人来到当地一家颇为华丽的酒家，魏无羡兴致匆匆将蓝忘机往里带：“蓝湛，这家自酿的酒特别香，我有时馋了还特意跑过来喝呢。”蓝忘机嗯了一声，默默随着他，让店小二把他们带到桌前。魏无羡首先点的当然是酒，小二一吆喝，马上端来几壶，魏无羡揭盖而饮，好几口下肚，赞道：“就是这个味，我也好久没喝了。”说着，他又道：“蓝湛，这酒真的不错，只比你们那的天子笑差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。”他喝过的这么多酒，还要数姑苏的天子笑最招他喜欢。每每想到月下一壶酒，香气四溢，他就馋得心痒。如今竟连那个拿着剑的俊美少年都馋得不得了。忽然他想起来，蓝忘机是不喝酒的啊，自己太过高兴。而蓝忘机问他想吃什么，他还真就按自己想吃的来了。魏无羡赶紧拿了菜单给蓝忘机：“蓝湛，你想吃什么？尽管点，他家厨子也是名师，做的菜可香了。”蓝忘机便随意点了一些。魏无羡边喝酒边偷偷观察他。魏无羡原来觉得蓝忘机这个人特别好猜，因为他心思很简单，但如今魏无羡看他都加上了些不简单的心思后，就觉得蓝忘机这人特别难猜了。又或许说，魏无羡已经不敢再乱猜，只能仔仔细细去想。蓝忘机忽然抬眼道：“魏婴，你不吃？”魏无羡赶紧把眼神收了，慌忙拿起筷子：“吃，当然吃啊，都是酒太好喝了，忘了吃。”此句其实可以翻译成：都是人太好看了，他是真看忘了。不过这家的菜也是真的好，魏无羡几口下去赞叹不已：“哎，好吃！蓝湛，我就说他家的菜可以吧，够辣，够味。”魏无羡对着那一桌子红彤彤的菜疯狂下着筷子，几乎是狼吞虎咽。这也不怪他，他昨晚心情郁闷，就只喝了酒没吃东西。蓝忘机还那么会点，全是他喜欢吃的东西。然后魏无羡才注意到了，是了，满满一桌子全是魏无羡喜欢吃的辣菜，竟是一点蓝忘机自己喜欢的素食都没有。魏无羡顿时觉得自己的脸要和这些菜一般烧红了，赶紧又猛灌几口酒，让自己表面上尽量镇定些。这人的心思还真是不能细想，不然原先不会觉得与自己有关的事，好像忽然全都感觉与自己有关了。蓝忘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只见他不停地喝酒，便劝道：“魏婴，空腹不宜饮太多。”蓝忘机把一大碟麻辣鱼推到了魏无羡面前，他向来那份距离保持得很好，既提醒了魏无羡要吃东西，又不会帮他夹菜，显得太过亲密。也就是说，蓝忘机自认为他和魏无羡并没有关系好到那种程度，所以自己画出了两人之间的那条线，
清楚明确的不会跨过去的线，至少在魏无羡面前是这样。魏无羡眼珠子一转，道：“可是我点了那么多，这酒还挺贵的，别浪费了。”他倒了杯酒给蓝忘机推过去，勾着嘴角笑笑：“不然韩光俊陪我喝吧。”蓝忘机当然不会理会，仍然拿起自己的茶杯，道：“剩下的你带回去喝。”魏无羡也没想蓝忘机会喝，就是想撩撩蓝忘机。蓝忘机故意和他保持距离，魏无羡就偏要在那点距离上蹦跶。魏无羡道：“那也是可以，不过蓝湛，眼看吃的差不多了，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。”蓝忘机似乎不解，看着他，等他说话。魏无羡道：“我出门没带钱。”这回他真不是故意的，他出门的急，刚才想多留蓝忘机一会，说请他吃饭也是临时想的，哪注意有没有带钱。蓝忘机只道：“无妨，我请。”哎，魏无羡只觉得以前的自己是被什么猪油蒙了眼啊！既然觉得小古板脾气差，成天和他吵架，现在看看蓝忘机脾气多好啊，这都不生气。魏无羡道：“那怎么好意思？说了我请韩光俊的，反倒让韩光俊破费了，这一顿还不便宜。这酒家装修气派，看着就不便宜。”魏无羡又道：“我这可要怎么报答韩光俊才行啊？”蓝忘机正想再说无妨，那边魏无羡对他勾起嘴角，笑着眨了眨眼，道：“不如我以身相许吧。”蓝忘机差点一口菜喷了出去，幸好他动作快，强行把东西咽了下去，才没做出把菜喷在魏无羡脸上这么失礼的事。他本就吃不惯辣菜，一直都吃得挺勉强，这回那火辣辣的滋味在喉间翻涌，呛得他鼻子都难受，他捂着嘴，被迫咳了几声。魏无羡顺口撩拨蓝忘机两句而已，没想到他反应那么大，他忙过去拍拍蓝忘机的背：“蓝湛，蓝湛，你没事吧？”蓝忘机向来面不改色的脸竟被憋出了些难受之色，眉头也紧紧蹙起。魏无羡拿了桌上的水递过去给他：“蓝湛，喝些水，喝了会好些。”眼看蓝忘机双目一瞪，魏无羡还以为他是被辣的，更着急了，赶紧强行把那杯水给他灌了下去：“快喝，快喝！”喂完了，他准备再倒一杯，却见蓝忘机呆了一瞬，话都没说，便倒在了桌上。魏无羡还纳闷了，怎么了？辣晕了？再看手里的杯子，坏了，这哪是水，这是他刚刚倒给蓝忘机的酒啊！俊美的仙君现在已经趴在桌子上睡了过去，哪有人这么可爱的，一杯就醉倒了。魏无羡伸了根手指去戳戳蓝忘机的脸，唤道：“蓝湛，蓝湛。”这是真睡着了。蓝忘机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魏无羡又捏了捏他的脸：“韩光俊，起床喽，不然有人可能会对你做怪怪的事哦。”不如说魏无羡已经在做了，他还真想趁此机会把想对蓝忘机做又不敢做的事全做了，比如说改变他这张没有表情的脸。魏无羡一边戳着蓝忘机的脸一边笑，在旁人看来他完全像是个变态了。魏无羡注意到别人投来的奇怪目光，他不舍得收了手，去跟掌柜的要了间房，打算把蓝忘机移到房里去。店小二还要过来帮忙，魏无羡谢绝了，把蓝忘机拖起来，背到背上：“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”想来以前他也是背过蓝忘机的，客栈就这么几步路，该是没问题。不过走了一会后，他便开始觉得吃力了。蓝忘机已经比那时高大了许多，而他的身体也已经大不如前了。魏无羡微微叹道：“蓝湛，你也太重了，再远一点我就要背不动你了。”蓝忘机该是第一次喝酒，第一次醉倒后的人要睡多久因人而异，今日他怕是上不了路了。将蓝忘机好好的放到床上，盖好被子，魏无羡转手，活动活动筋骨，转身出了门。魏无羡去到码头，寻到蓝忘机坐的船，那还是很好认的，毕竟只有他的船上放了2只活鸡。在莲花坞做生意的人哪有不认识魏无羡的，看到是他，船家还挺意外。魏无羡道：“那公子是我朋友，我们叙叙旧，今日就不走了，船家您自去休息吧，明日再说。”船家应了事，魏无羡背起蓝忘机的行李，一手倒着提着那2只鸡就走了。船家看他拿得那么暴力，还在后面喊：“魏公子，那2只鸡，那位公子很宝贝的，您提住小心些。”魏无羡摆摆手道：“知道了。”他心里好笑，这种山鸡他魏无羡一年要吃多少只，有什么可宝贝的？蓝忘机喜欢，他能给他抓一车的。
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